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第8期啊，我们又来到第8期了呀！天哪，我决定啊，从这个星期开始吧，就是更新频率加快一点点的，每个星期可能能更新2到3个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老师你疯了吗？啊，对，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真正锻炼自己吧，锻炼自己的口条、口才。就是表达能力、输出能力。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因为每天都在吸收一些新鲜的知识，以前不曾想到过的一些知识，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些知识消化之后输出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学习知识最好的方法就输出啊，就是把你吸收到的知识再给别人再讲一遍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准备身体力行的啊，去这样实践一下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啊，讲的其实是关于人类的命运啊，就是讲人类从最早开始，为什么慢慢后来分化了，就是在各个大洲。不同的人种啊，不同的社会，为什么有越来越大的差异？它的原因何在呢？啊，这个作者啊，主要总结了3方面的这个原因吧。一方面当然就是枪炮，还有病菌以及钢铁等等。它其实里面涉及了很多东西，比如说食物啊等等，食物的获取，比如说这些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等等啊，很多东西啊。还有语言啊，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里面有一个点病菌吧？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老婆和儿子就是前后脚的感冒了，就首先是我儿子感冒了，头疼，然后咳嗽，因为我老婆和儿子成天在一块儿啊，就是陪他写作业啊、聊天什么的，所以我老婆也紧接着就感冒了，而且我老婆的症状比较明显啊。其实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书里一些情节。其实人类在历史上遭受了特别多这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这种伤害啊、灾难，甚至是啊，就是比如说天花，比如说流感，比如说瘟疫等等啊。其实让我想到有一个情节，就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三体》这本小说，对不对？《三体》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时候，派了一个特别先进的这个武器啊，叫做水滴，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宇宙飞船啊，一个水滴的形状啊。后来呢，就是当时整个地球啊，这个宇宙战舰编队啊，在地球外，在太阳系摆开阵列啊，迎接这个水滴的到来。结果水滴蹭蹭蹭几下，把所有的战舰都给毁掉了啊！所以在《三体》这个小说里头啊，有一个词是特别能总结，就是人类面对外星人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降维打击啊，就是外星的科技文明非常的高，所以人类的文明特别的低，就像一个人去碾压一个虫子一样那种感觉，对不对？当时其实很多人把这个和欧洲人就是入侵这个美洲，对不对？像这个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等啊，都轻易的毁灭。当时那些帝国，对不对？是有几百万人的吧？但是呢，西班牙人呢，他们去的时候只有几百个人，但是他们有先进的武器，有印第安人从没见过的马匹等等，还有一些阴谋诡计等等啊。就是进行那种降维打击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接受这个理论的，觉得确实这些是说明技术是特别重要的，人类的差距在那一刻已经显得特别巨大啊。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让我明白，除了这些有形的东西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就是细菌啊或者病毒啊，两个合称病菌。就是当时因为新旧大陆两个是隔绝开来的，所以两个地方的人民对于病毒的这个耐受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人类在欧亚大陆之前就经历了特别多这种病毒细菌造成的灾难啊，所以呢，到后来形成这种群体免疫，就是活下来的这些人都有了抗体，他们都可以和这些病毒和平共处。但是呢，新大陆的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毒，所以他们身体没有任何抗体。所以其实
新大陆的这些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等，是玛雅文明等等，他们真正是毁于这个细菌、病毒的攻击，就是欧洲人带去的这些病毒的杀伤力，甚至比真正武器的杀伤力更强，因为这种传染性是非常非常快的。这就不自觉让我们会想到前几年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当时那个传播力多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生活在这种恐惧当中，当然了，后面慢慢的它发展到好几代之后，它这个致命性越来越低。我记得在疫情期间其实也听到这个词叫群体免疫，对，当时才听到这个词语的时候会觉得太不人性了吧，怎么能让一部分人就这样死去呢？但现在我们看了书之后，了解了历史之后，这个其实就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当然是无可奈何的方法，但是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一步步产生抗体，一步步和一开始有一些特别致命的这些病毒细菌慢慢和平共处的，慢慢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最终达到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残酷的，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文明社会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其实应该知道，现在这个状况，现在这个状态，对于整个历史长河而言，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而言，都是一个艺术，都是一个另类，甚至只是一个偶然而已。就是我不知道以后人类会发展的怎么样，但是每每看到历史里头有很多事情呢，就是有些人本来生活的好好的，突然之间天灾人祸、战争频起，突然之间家破人亡，在那个状态下，他们难道不想好好的生活吗？不可能，对不对？但是真正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能怎么办？那只能去适应它，只能去想的办法让自己坚强的活下去，想着让自己的这个子孙后代能有机会活下去，延续自己的基因吧。我觉得人类和动物、植物都是一样，甚至病菌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对不对？哪怕自己人死生灭但是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延续的自己的基因，继续活下去。其实之前我还看过另外一本书，就是讲关于中国明朝末年的整个生活状态。当时那个整个生活状态和现在社会这个体现出的生活状态特别的像，就是当时大家更耽于享受，更沉醉在整个社会这种比较柔和的这种状态之下。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当时处在那个状态下的中国人，谁也不会想不到在北方出现了一个特别强悍的游牧民族。对于当时在中国生活的人而言，他们是野蛮人，是蛮族，但是他们后来就突然入侵了，占领了整个中国，最终造成了几百万人口，听说好像是上千万人口的被屠杀。文明突然之间就断掉了，本来可能能延续，但是文明突然之间就断掉了。很多东西你以为的是会很正常的延续下去，会无穷无尽的延续到永远的东西，可能它只是一个偶然而已。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珍惜当下，对不对？当下这个状态，当下这种生活，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眼前人，对吧？珍惜自己的父母，珍惜自己的孩子，珍惜这说实话得来不易的这种和平时光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但凡看过历史都知道，和平永远只是间奏曲而已。人类的历史永远充满了战争，充满了争斗。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人类本身这个寿命比较短，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人类是一个福气。为什么？假如你的寿命是100岁、200岁，你会在你的一个人生里头经历过特别特别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让你从一开始非常安逸的舒服的生活掉到了人生的谷底，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寿命其实没有那么长，
所以我们在人生中可能刚好运气比较好，刚好处在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我们不用见证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这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一种幸运，但我不知道这种幸运能持续多久。我整体而言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的，起码是从人类历史的长河去看这个事情的话，我是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的。之前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我曾经看了 Stephen King 的一本小说叫《The Stand》。当时 Stephen King 就是在故事里头设想出一种病毒啊，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全世界的人口消失了90%几，真正活下来就很少很少。其实这种事件再看历史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这个黑死病，对不对？还有在美洲大陆这些印第安人，对不对？他们突然之间接触到欧洲人带来的这些病毒细菌，甚至是整个部落，甚至是整个民族，95%以上全部被消灭掉的。所以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其实不断的在上演。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在等着我们。我们都总以为，比如说现在啊，外面天气特别好，天朗气清，对吧？每天的生活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吃得饱，穿得暖。但是谁知道后面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谁也不知道。所以真的，历史看多了，让人会难免会产生比较悲观的情绪，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比较悲观的情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需要去直面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希望通过我们每一代人的努力吧，让这种得来不易的平衡继续再保持下去，让这种得来不易的和平继续再保持下去。希望这一个时期能越久越好吧，希望如此。